早上4点40分，出发。台湾六内饭店很近，离富山地铁就过个马路斜对面就到了。今天是5月15号，其实天气没有我想象中的冷。一大早接近5点的富山车站，从富山市区前往立山黑部，需先搭乘富山地方铁道的立山线，从起站电铁富山站搭到终点站立山站。我是用这个高山松本立山黑部的周游券。使用这张周游券的好处是5日内皆可在立山黑部自由搭乘。你一定会想，谁会没事5天内重复来立山黑部？这很难说。如果来一次刚好遇到坏天气，也许会想再挑好天气再来一次。这时5日周游券的 CP 值就显现出来了。我今天会在市堂坪住3小屋过夜1晚，明天从善哲原路返回富山市区，到时候还会续住台湾六内，所以行李还是寄放在台湾六内。之前在上高地及岛波海道的2天1夜之旅，我都是用同样逻辑安排行程，以便寄放行李。这也是让我最安心的行李寄放方式。刚刚提到天气，个人觉得这是来立山黑部旅游的关键，尤其我还要在这里过夜，如果天气不好，真的会哭。其实我本来是安排5月14日来的，在出发前2个星期，每天都上网查看立山黑部山上的气象预报，在出发前7天吧，几乎确认5月14日会下雨。趁着3小屋还可以免费取消前，赶快更改了行程，往后挪了1天，改成今天5月15日来。抵达立山站后，正式展开立山黑部阿尔卑斯山脉路线之旅。使用周游券的旅客需先到车窗外的窗口，将周游券换成乘车整理券。周游券旅客排左边纵列，现场购票旅客排右前方的横列。票务窗口6点10分开柜。兑换时，工作人员会顺便帮你约第1段登山缆车班次。
所以排队时最好先想好自己想搭乘的班次时间。乘车整理券会连同周游券钉在一起，可别拆开来。然后他们最后都会问你 Where are you from? Okay. Alright. 车站外一边有个立牌供大家拍照。阿尔卑斯山脉路线总共要换6次交通工具，只有第一段立山登山缆车需预约，其余都是随到随排队搭乘。我不想那么赶，约了7点40的登山缆车，想说在车站附近吃个早餐，结果这里早上6点多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家杂货店卖咖啡。如果怕饿，建议最好前一晚先在便利店买好早餐。车站内有2间商店，一间是 Tateyama Alpen 纪念品店，另一间是7点开门营业的 Montbell。这间 Montbell 算大间，商品种类齐全。如果临时需要补充登山、户外保暖用品，这里应该都买得到。收集每个站点的印章是这里的乐趣之一，但其实我根本边走边忘记。立山黑部阿尔卑斯山脉路线正式开始。第一段从立山至美女坪，搭乘立山登山缆车，车程约7分钟。Thank you for traveling on the Tateyama Cable Car. お先のお客様は手すり、つり革などにお使いするの立山駅から標高977メートルの美女大ライツまで標高差およそ500メートル、距離にして1300メートルの区間を7分間で登ってまいります。抵达美女坪，这里很多地名都是什么什么坪 ，Gaira 是指一大片平地平原的意思。阿尔卑斯山脉路线跟着动线人流走就对了，不耗脑力但耗体力。第2段从美女坪至市堂，搭乘高原巴士，车程50分钟。我很幸运坐到巴士最前面门边靠窗位置，我个人觉得应该是 view 最好的位置。这段路程很美，建议坐左边靠窗位置。这里有一棵神木，司机放慢车速让我们欣赏。接着经过称名瀑布，在路边一个小转角，但我坐在最前面，角度刚好看不到。
过了琛明瀑布，沿途都是雪山景色，超美。现在经过弥陀之园，这里是珍贵的湿草原。融雪后的夏秋季是热门健行场所。司机在这里稍停，让我们俯瞰弥陀之园、琛明山谷及大日平。马路两边开始出现不高的雪墙。有人在交管，表示即将正式进入雪之大谷。前面的建物就是世堂站。開催予定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。どうぞお立ち寄りください。まもなく室戸駅到着です。車内にお忘れ物等ございませんよう、今一度ご確認ください。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Thank you for traveling with us today. まもなく標高世堂站到了，我今天都会在世堂停留并且过夜。世堂站标高2450公尺，是立山黑部阿尔卑斯山脉路线的核心枢纽，犹如航站般的多功能，承载着东西向往来人流。雪之大谷9点半才开放进入。美女平忘了盖，世堂这一站盖错了还不知道，我明天还有补救机会。1楼有间历史的荞麦面店，外面还有卖热包子。
没吃早餐的我很饿，都想吃。买了一个肉包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口味跟台湾的没什么差别。2楼是纪念品店，立山饭店 Hotel Tateyama 有2间餐厅。这间纪念品店的商品颇吸引人，看得我很想买。再往上走3楼，也就是屋顶层。前面是展望台，可以俯瞰雪之大谷。背面则是四堂坪，一整片广阔被雪覆盖的高原，前方伫立着立山连峰。四堂坪的看点很多，首先是雪之回廊，有人说雪之回廊是迷你版的雪之大谷。这里是尽头了，我要往回走。雪之回廊旁有个涌泉出水口，现在被雪埋住了，是立山主峰熊山下方的地下水，积雪和雨水渗入地层后所形成。这3个标示牌是四堂坪主要3间住宿山屋。若在四堂坪过夜，除了四堂站楼上的 Hotel Tateyama，另外则是这3间山小屋：四堂山庄、尼古里池温泉庄、雷鸟庄。而我今晚要在四堂山庄过夜，画面在立山连峰主峰熊山山脚下的房子就是四堂山庄。四堂山庄与立山站彼此遥遥相望。走回四堂站，屋顶层楼上还有一个类似阁楼的地方。立山连峰主峰熊山，山顶有座熊山神社丰本社。该座神社的主殿在1995年进行改建，于是将旧社殿搬到这里展示。这座旧社殿的木料是全榉木，已在山顶上历经了100年风霜。接着往下走，要去雪之大谷。门口有付费拍照，独旅的我很愿意花这个钱。
这是雪之大谷的重要工程——铲雪车。今天的雪之大谷最高11公尺，今年的雪之大谷4月15日开山时，最高高度12公尺，算是近年来比较低的高度。不过说实在的，我没那么在意雪墙的高度，只要不是比我的身高矮，都可以。现在已是中午12点半，很热，走路走到会流汗。所以5月中来，如果是这种出大太阳的日子，其实是非常温暖的。大家都在雪墙上写字涂鸦。往来的巴士也是构成雪之大谷风景的一部分。回到世藤站，我在2楼 Hotel Tateyama 经营的 Tea Lounge Window 吃午餐，有咖喱饭、蛋糕和主打用玉电泉水冲煮的咖啡。咖喱饭一般般，玉电涌泉水的咖啡好像真的有甘甜味。现在正在融雪，所以这个雪真的超滑。来这一边有8成、9成以上的游客，其实都是穿着布鞋或运动鞋。看他们走，其实还蛮危险的。我现在要去世藤山庄去 check in，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高山，所以现在有一点喘。真的很喘，还有一小段路。我之所以会住世藤山庄，是因为我订不到世藤车站楼上的 Hotel Tateyama 立山饭店，所以因为我太晚安排了，那现在就只能住世藤山庄。它是比较传统的三小屋，而且听说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三小屋。
超美。现在的气温应该是10度左右，可是其实完全不冷，就是风吹来是冷风，可是因为又同时出大太阳，所以还蛮温暖的。而且走在这种快融化的雪地里，非常费力，越走其实越想流汗。来这里啊，一定要穿登山靴，能够防滑的鞋子，不要穿一般的运动鞋。而且一定要戴墨镜，不然眼睛会瞎掉。耶！我终于走到了，我走了10到15分钟吧，终于走到了。超累的。世堂山庄，哎呦，好滑哦！哎，对，走错门，这里不是大门。哦，差点摔倒。世堂山庄的 check-in 时间是下午2点开始，我算是来晚了。这是在 Japanican 上订的，我订的是双人房各室，一晚30800日元。我的房间在 C 栋2楼。现在位置在 A 栋，公共设施主要都在这栋，包含1楼进门的 check-in 柜台、鞋柜、餐厅、男生澡堂、自动贩卖机。2楼有交谊厅和女生澡堂。A、B、C 3栋是连通的，从 A 栋顺着走道往里面走，即是 B 栋。穿过 B 栋，即是 C 栋。C 栋的2楼，我是住双人房。里面好热哦！佳佳，这就是各室。即使是各室，它也没有卫浴哦，卫浴全部都是公用的。这边的各室最棒的一点就是有一扇窗户，
可以让你直接看骊山连峰啊！现在把它打开了。等一下，这边还有一个锁。恰恰，天哪！骊山连峰直接在我眼前，是不是超赞的？一个人付2个人的钱，超值得。然后我就先把窗户打开通风一下，因为其实现在里面很闷热。让我感觉得到这里基本上没有隔音可言，因为隔壁的人现在在讲话，我都听得到，所以我现在讲话就尽量小声一点。就因为这毕竟是3小屋，所以不要要求太多。然后这边就是自己铺床，就晚上要自己铺床，所以棉被、毯子一应俱全。这是基本的备品，有浴衣、毛巾也有，牙膏、牙刷。那这是铺床用的床单。我订这一晚折合台币大概要6000块啊，它就是2个人的价钱，也是含2份餐食。不过我就是一个人住就是了。比起世堂车站楼上的骊山饭店，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一个人住还是 CP 值蛮高的，因为骊山饭店一晚也都是2个人的价钱，一晚随便都是台币18000起跳，16000、18000起跳。对，那不过这里就是比较远，要走比较远。但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不是老人家，其实住这里光是这一扇窗的美景就非常非常的值得，完全就是非常近距离的观赏这一座山。这里的饮料贩卖机价格贵很多，大瓶400日元，小瓶300日元。安顿好住宿并稍作休息后，我开始在世堂坪散策。我想要去前面的这个梅古里温泉饭店，可是看起来蛮远的。这里算是捷径吧。其实这整个就是他们会有雪车，好像是刻意就是开路一个路径，让就是这一边的旅客，让这边的住客可以走，就知道说怎么走会比较方便。我的影子陪我，超滑的，这个雪很湿，超美的。他们应该是在等雷鸟出现，在捕捉雷鸟。过去看一下。我用 iPhone 拍，有点距离又背光，不是很清晰。下面的雪就是底层都是很蓬松，踩下去就整个陷下去，陷到小腿里面，超冰的。我现在
我现在整个鞋子里面都是雪，超冰的，所以还是要走在这个雪车开过的这个路径。这个就是玫瑰里池。这边有一条石板步道，走起来就方便多了。对面也有人在捕捉雷鸟。而我这边又看到雷鸟了。虽然我知道5月本来就是雷鸟出没较频繁的时期，但才隔没几分钟，再度看到雷鸟，是不是有点太幸运了？我想好天气应该也是一大关键因素之一。我发觉雷鸟不怕人诶，它可是老神在在。这一栋就是玫瑰里温泉旅馆，听说它的温泉泉水是最好的，然后它也有开放就是单次的泡汤日归温泉，如果没有住宿可以来这边泡汤。这里的日归温泉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至下午4点，大人1100日元，小孩800日元。这里是世塘站，然后我要再走回世塘山庄，好远啊！从这边走下去，再走上去。这个走法让我想起鸟取沙丘，不过雪地比沙丘我觉得更难走，而且高山上海拔比较高，本来就是呼吸会比较没有平地那么顺，然后又要走在这种快融化的雪地里面，其实真的很耗体力，而且很喘。啊塞，啊塞，跌倒了，整只小腿插到雪里面。我终于爬上来了。现在太阳快要下山了，我喘得要死。这个夕阳就是最好的犒赏。哇！
北市堂山庄吃晚餐。走在这个雪地上面啊，非常累，而且空气蛮干燥的，很容易口渴，所以背包上面随时都要带一瓶水，渴了就要喝一点。晚餐菜色很朴实，白饭可以无限续。如果怕晚上肚子饿，建议可以自备些面包零食。吃完晚餐，大家都到室外放风。这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刻。这是我人生到目前为止欣赏过最美的夕阳。骊山的夕阳，我会一辈子珍藏在心里。洗澡前，我把湿透的登山靴摆到逼洞的干燥室。洗香香的时间到了。公用澡堂的温泉很舒服。晚上大家在各自房间消磨时光，周围房间内的喧嚣声都听得到。说也奇怪，晚上10点一到，大家自动停止喧嚣，然后熄灯。半夜被吵醒睡不着，然后我发觉有人开灯在看星空，所以我现在半夜12点睡不着就起来，直接对着窗户看星星。早安。这就是早上醒来的第一眼。这个水超冰冷。必须补充一下，四塘山庄水龙头无论何时打开来，水都很冰冷。
盥洗完回到房内，太阳公公也正从山峰升起。此时在房内，我戴着墨镜看日出，这真的是我这辈子从没有过的经验。完美的日落和日出，在骊山过夜这个决定超正确。也到屋外看看日出的全貌。耶！现在是早上5:50，地上的雪都已经是像冰块一样。一样朴实的早餐。最晚9点需退房，我8点不到就退房了。舍不得离开世堂山庄，虽然餐食简单，隔音不好，但它却带给我前所未有的住宿体验。到世堂站了，早上8点，没有人的雪之大谷。2楼的纪念品店很早就开了，我赶快来买这个帆布袋。还有时间，我昨天还没探索完世堂坪，一样往米格里池温泉庄的方向走。这里有一个展望台，往下看是地狱谷。火山喷发后，经多次水蒸气爆发形成的火口地形及地热景观。下面是地狱谷。展望台另一面是骊山连峰，这里有个三崎圈谷的石牌。圈谷是冰河长时间侵蚀山坡后形成的半圆形凹谷，外形像一个巨大的汤碗，
1905年，地理学家山崎直方发现这座圈谷，这是日本首次确认的冰河地形，因此命名为山崎圈谷。然后我又遇到雷鸟了，就在展望台前方的角落。到底是什么幸运之神让我遇到3次雷鸟？而且这次超级近距离的。我在米古里池温泉庄稍作休息，点了他们家的招牌起司蛋糕。比较遗憾的是，我很想泡他们家的温泉，但时间不允许。石塘山庄在这边。米古里池直接变身滑雪场。接续昨天的阿尔卑斯山脉游览路线，这个时刻表很实用，记得下载哦。从世塘站搭隧道电气巴士至下一站大关峰，车程10分钟。这是日本海拔最高的電動巴士，全程不排放废气。また別の季節のお越し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。Buses in 2025 taking the lead in implementing 怯えています。We are now directly below the main peak of the Tateyama Mountain. 广播说，车子现在正行经立山连峰主峰，熊山的正下方。まもなくバスが動きます。隧道内有蓝色灯号的路段，是开凿难度高的地质破碎带。抵达大关峰站，这站有2个展望台。第一个展望台是从入站大厅往上走1层，走过一个用雪做成火趣味的 Snow Tunnel。黑布湖、北阿尔卑斯山脉、无支柱空中缆车，构成一幅壮丽景色。这里有个雪墙凹陷处，叫 Snow Pocket， 大家抢着排队拍照，但对我而言，这是一个意义不明的东西。第2个展望台在楼顶，称作屋上展望台。
同样的景色，更高的视野欣赏。欣赏完风景，走到最下层，继续往前推进。从大关峰搭空中缆车前往下一站黑布坪，车程7分钟。大关峰站海拔2136公尺，这里雪崩和落石频繁。为了保护环境并避免雪崩和落石，全长1710公尺的立山空中缆车，在建造过程中未设置任何支撑结构，一节车厢可载约80人，是日本第一条无支柱大型空中缆车。车厢大，容纳人数多，我没站到好位置，卡在中间。好吧，不强求。このロープウェイは標高2316メートルの第三望遠から 36 to do at our destination, Kurobe Dina Station. Go for a walk in the garden. We want to protect its natural beauty, so please refrain from littering. We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 抵达黑布坪站，这一路我几乎是被人流动线推着走。今天星期六，好天气，人潮爆炸多，不止海外团客多，连日本本地团客都超多。这纪念品店生意好到满出来了。展望台是立山黑布每个站点的标配。黑布坪一样有个屋上展望台，我想赶快上去透透气。黑布坪展望台非常的宽敞，赏景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用粘在一起。大关峰和黑布坪的景色一样是北阿尔卑斯山脉，大关峰是由上而下俯视，黑布坪则是与山脉平视，视野更加清晰壮阔。接着搭乘黑布坪登山缆车，从黑布坪前往黑布湖，车程5分钟。黑布登山缆车和第一段的立山登山缆车是一样的交通工具，只是黑布坪的是在地下隧道内，而这个方向是往下行。
on the Sunobe cable car. 途中、安全運行のため、やむを得ず急停車する場合がありますので、鉄道などにしっかりとお使いください。We may have to stop suddenly for safety reasons. For your own safety, please hold on to a gas rail. ラジオの電車の立ち入りはおやめになります。Please refrain from any glass photography. 抵达黑布湖站后，需走一段隧道才会到室外。天哪，团客超多的。这站有2个名称，黑布湖和黑布水库 （Dam），其实是一体的2个部分。黑布水库指的是大坝本身，黑布湖指的是大坝拦水后形成的湖泊。站名的使用上，坝堤靠立山端是黑布湖站，靠善泽端是黑布水库站。这里的展望台高到光是用看的都腿软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走在水库大坝上面，来立山黑布可以有好多人生第一次哦。我走到坝堤另一端了。这个水是可以喝的，是从隧道的那个破隧道里面流出来的水。黑布水库吉祥物兼观光大使库多妞正在卖力观光宣传。几经思考后，我决定走上展望台。想一览水库风光，得先挑战通过这道挂在高墙上的楼梯。我的妈哟！天哪，超恐怖的，超恐怖的！我腿软了，我腿软了，我不敢走旁边，我只敢靠墙走。这是以前在盖水坝的时候用的设备，运送混凝土，然后这应该是用来搅拌混凝土用的，还要继续往上爬。哇！室内观景休憩所，我先进来买个饮料，吹个冷气，缓一缓我巨高的灵魂。再往上走，才是室外展望台。
回到平地，旁边这栋白色建筑也是休憩所，1楼是纪念品店。我要到2楼用餐，主要卖咖喱饭及汤面。我太饿了，都吃了才想到要拍。一走进来就好冷。继续往下一站移动，也是最后一段路线了。满满的团客，最后一段从黑布水库搭关电隧道电气巴士至长野县善者，车程16分钟。电气巴士一次备妥好几辆，就随机上去1辆吧。这一段我真的太累了，直接睡死，没拍什么画面。没关系，我还有机会补拍。抵达终点站善泽站后，我赶紧上了个厕所。对了，有件事我一直没做好，这是补救的时候。来时路被人潮推着走，根本无法认真盖章。返程，我拿了一张新的纸，认真提醒自己每站都要记得盖。马不停蹄，又搭上下午2点从善泽开往黑布湖的电气巴士。可能是下午了吧，从善泽往立山的走法，游客寥寥可数。这是我刚刚睡着没拍到的破碎带路段。立山过来的游客班班客满，跟我们这一辆形成强烈对比。从善泽回来，从善泽出发，跟从立山出发真的是天壤之别。从善泽这边人很少。还蛮傻逼兮的感觉。原路返回立山的路上，
我把这2天的点点滴滴回味了一遍。阿尔卑斯山脉路线，不同交通工具的转换，每个站点的展望台风光。四塘山庄虽然毫无隔音可言，晚上没睡好，可是那扇窗打开，骊山连风迎面而来。半夜直接对着窗外看星空，早上直接在房内戴着墨镜看日出，傍晚大家在室外玩耍嬉笑，一起望着四塘坪雪地上日落的感动。还有我那不知哪来的好运气，竟然3度看到雷鸟。骊山黑部非常值得住上1夜，感受更多美好。